因为这个最近新冠肺炎在美国肆虐有这种不少关于歧视华人的报道满天飞中国人看了自然是义愤填膺恨不得上去跟他干一架，觉得白人的社会怎么会这么爱搞种族歧视白人你拽个屁看多了走多了，就发现原来种族歧视这祖师爷还是咱们中国人。观看麻将哥节目的人可能大多是中国人，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呢，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比其他种族更有种族歧视。说到种族歧视就先从基本的中国文化来分析中国人自古就是以家族为一个亲属和势力的单位家为基础，族为势力所以叫家族。一个家如果跟另外一个家联盟结为亲家，就成了一个这个结盟的势力。如果攀上了皇亲国戚，那你就爽那同样的，当你倒了血霉的时候你就被抄家灭族。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这个家族就像是一颗星球，当很多星球连在一起成了一股势力，环绕着一颗核心像银河系那样一圈又一圈的，就成了一个国。所以国跟家国家两个字是分不开的。这个银河系为世界的中心所在的位置呢，中国人管它叫中原这整个银河系集团呢，也就叫做中国。这银河系以外的地方，中国人不太认识，也不太想去认识，更不想去认识那边的外族，干脆来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思就是呢，你跟我不是一个种我就不能相信你。那我们先从字面上的意思来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国老祖宗是怎么有种族歧视的那中国北边的游牧民族一般称为胡人，很多人以为是因为游牧民族有很多留胡子所以叫做胡。但是中国古代也有很爱留胡子的你看那个三国的关公张飞不都是大胡子吗？其实这个胡字在秦汉的时代意思是牛的下巴赘肉这可不是麻将哥瞎掰根据东汉的许慎《说文解字》里面说胡牛汉垂也这个牛我们不用讲了吧，对不对？这个汉呢就是下巴，垂呢就是赘肉的意思。这可能也是指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子长长松松垮垮像赘肉。但我们汉人呢长胡子呢就叫做什么美髯公比如说形容关羽那外族人留胡子呢就是赘肉而且还是畜生的赘肉，把外族隐喻成畜生多不好听。不同的胡人混在一起，中国人叫他们什么呢？杂胡。我去怎么听起来也像是个形容畜生的词汇，杂种。北方游牧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里也得到不同的被歧视的称呼比如呢匈奴匈这个字呢应该是来自于它的本身的发音具体这个古汉语怎么发音我是不确定，但可以参考罗马拼音汉也就是发声用。中国人呢有很多其他的字可以取代这个音比如兄弟里面的兄，或者雄壮里面的雄也可以但非要在字里面加这个凶神恶煞的凶你们看这个字。然后最经典的呢是后面再给人家加个奴奴隶的奴作为他们正式的族名。还有其他的什么打虏你们都听过孙中山先生搞革命的时候口号是什么？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里面的鞑虏就是指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方旗人嘛。鞑是来自于塔塔尔的名字那个英文是 Tatar 不是你们爱吃的那个 Tatar sauce 以你的族名来称呼你中国人还是觉得不过瘾没有表达出自己种族优越感，非要再加个虏字虏是什么呢？虏就是俘虏囚犯的意思，很有贬义所以鞑虏呢就是你是一个塔塔尔的俘虏你是被我俘虏的塔塔尔人。中国西南方的外族叫蛮夷，蛮就是野蛮人，比如三国里面的南蛮王孟获那古代中国人用蛮这个字歧视别人也是不够过瘾的，再加个贬义词夷这个字很难听其实就是灭亡的意思，干掉的意思。比如古代有个刑罚叫做夷三族，就是干掉你的父母、老婆、孩子这三族夷。这个难听的这个夷字甚至成了官名日本人还学去了仿佛无意间在传播这个种族歧视譬如日本武士时代第一任老大源赖朝 Minamoto no Yoritomo
统一日本后，就爽歪歪的封自己为征夷大将军。说到日本，日本人在古代常以自己的封国或者诸侯的家族名来命名，他们跟中国一样国家内部也是分分合合的。可能古时候的中国人也搞不懂早在2000年前的汉朝嘞，看见他们来朝贡，哟，怎么来了个矮冬瓜，就直接叫人家大和民族倭人。当然啦，在这边有些人会反驳说，哎呀，倭这个字其实还有其他正面意思比如说什么顺从在这边我就不去争论了。但是中国嘞，汉朝记载的倭奴2个字这就是抵赖不了的啦。奴也是就是奴才嘛，奴隶总不是什么好字嘛。在1784年的时候在日本北九州地区的地里挖出了一枚像玉玺一样的大金印，刻有汉倭奴国王5个字，是当年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国王的。我去，叫你国王矮冬瓜王还不够爽，前面再加自己的国号后面加个奴才的这个字眼像是给你一个烙印一样，让你知道你是哪家的狗腿。简单的说这个印的意思就是你是我们大汉帝国里的矮冬瓜奴才们的王。我们再从字面上来分析，古代人用的是甲骨和竹简来写字，这些材料都非常的昂贵，所以他们很节俭，写字也很精简一个字要代表好几个意思。从字面上看你就能发现咱们中国老祖宗的种族歧视是10个川普都比不了的。比如北方游牧民族嘞，将胡人再细分有鲜卑，鲜，你看这个字拆开来，左边是鱼字旁，右边是羊字旁，卑就是卑贱的意思卑鄙卑贱的意思，整个词看起来就像卑贱的畜生的感觉。你要是不信，你再看另外2个民族另外2个是狄族左边是犬字旁大家都知道犬就是狗的意思嘛再看羌族，上面也是个羊字旁。就连春秋时代住在福建那边离中原比较偏远的人都被中原人歧视，叫做闽人。你会问，闽人有什么好歧视的？请注意闽是这个字里面是有一只虫子西藏或西边的一些民族叫番人在古代番字也是有草字头的也是植物类的，不是什么人。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 king 北边的外族归类为卑贱的畜生，南边的外族类就归类成该死的野蛮人，东边的是可笑的矮冬瓜，西边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厉害的是还把这些歧视的字眼全部载入正史，当作人家种族的正式名称。相较之下，白人的历史里叫中国人 China， 就那个庆还是来自于第一个中国大一统的王朝嘛，秦朝。后来欧洲人到了北边的中国做生意，遇到了统治华北的契丹人契丹人呢就跟白人说，我们叫 Cathay 也就是个国泰航空那个 Cathay。其实这个字是契丹语，白人觉得奇怪这个当年的这个庆怎么不见了呢？那南边的那个宋朝，南宋叫什么呢？契丹人呢也是很鄙视就跟他们说叫南蛮子也因此呢，马可波罗的东游记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写了中国分2部分，北边叫 Cathay， 南边叫 Manzi。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清朝给美国提供铁路工人白人主管呢问他们这些工人哪来的？中国人回答说，清国来的客人，简称清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Chink。自古以来，白人并不知道称呼中国种族的词汇含义是什么只是随着人家叫，人家说是 Cathay 那就是 Cathay， 人家说是 Chink 那就是 Chink， 只是之后语气变成歧视了这个词自然也就成了歧视的字眼。虽然现在的中国政府没有表明歧视其实百姓之间还是以歧视字眼调侃外族。譬如北边的俄国人叫毛子，南边的印度人叫阿三，东边的韩国人叫棒子，海外的就叫鬼子日本鬼子、洋鬼子，就连自己同胞在海外的台湾岛上都被叫成台巴子自己到别人的国家还要叫别人鬼佬。所以白人要搞种族歧视，跟中国人相比可以一边凉快去了。最后麻将哥要强调，无论是谁对谁或多或少
在现在的文明社会里和地球村里面，种族歧视都是一种无知又自大的表现，是非常不好的。说实在的，黑白黄人又怎么样？在病毒面前都一样，我们大家都是地球人，所以在骂人或被骂的时候，都该拿出同理心去看待对方，拿出慈悲心去可怜对方。中国人自己也曾种族歧视别人到极致，就不要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吧。如果你们赞同麻将哥的看法，请记得点赞跟订阅哦，拜拜。